This video lesson is conducted mainly in Chinese. To train your listening skill, select English subtitles down below if you need them.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郑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常用的俗语，让你的口语更地道。除了口语，我们发短信和微信的时候也常用这些俗语的表情包，比如这个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，那前4个都是外来语，其实都是英文。第一个 Thank you， 猜一猜是什么意思？对啦，非常的明显，是不是？就是英文的 Thank you。 第二个 Hello， Hi， Hello， 就是 Hello， Hi 就是Hi。 Hello 和 Hi 比你好更轻松一些，更友好一些。 Hi。 第3个拜拜就是拜拜，也是比再见更轻松一些，更友好一些。我用再见吗？我好像说实话我更常用拜拜，我跟朋友跟家人都是用拜拜，不太用再见。第4个酷就是英文的 cool， 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会骑单轮车，很酷。你喜欢赵小棠，行，我不管。如果你觉得我还可以，考虑一下我。酷。那他怎么说的？没来。第5个哇塞，哇哦，哇就是英文的哇哦。你很惊讶的时候，或者很羡慕的时候，就可以说哇塞，哇哦，哇。哇塞。第6个牛，说一个人很牛，是说他很厉害，很优秀。牛可以做形容词，比如我老公是做抗癌药物的，我觉得他很牛。还可以称非常优秀的人是大牛，大牛是一定要非常优秀的，在一个领域是顶尖的。我的老公虽然我觉得他很牛，但他不是大牛。比如说他的大学导师是大牛，得过诺贝尔奖。这个会议上有很多大牛。第7个厉害了，这个也是形容一个人非常优秀，非常棒，能力很强。但这是感叹句，比如小花今天自己走路了，厉害了。他大学4年全 A， 毕业以后就去创业了，我厉害了。第8个赞做形容词，意思是很棒，很好。比如这家店的奶茶很好喝，很赞。还有我们喜欢别人的视频，然后按喜欢的按钮的时候，我们在点赞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很赞，可以给我点赞。谢谢大家点赞。被追尾了。点赞。下一个是给力，力量。给力的意思是给予力量，常做形容词，意思是很精彩，很棒，让人很满意。比如这家蛋糕店的蛋糕很给力，很赞，很好吃。这个网站很给力，我想看的电影都有。下一个亲就是亲爱的，开始于淘宝店的客服，淘宝店的客服称客户亲。
现在在中国就被很普遍的使用，我的朋友也会叫我亲亲。下一个是啥，啥的意思就是什么，是北方方言里的什么，啥意思就是什么意思，啥事就是什么事，吃啥就是吃什么。韩国的 CCTV 大赛决赛翻番题落下了帷幕。下一个咋也是方言，是北方方言里的怎么，咋了就是怎么了，咋回事就是怎么回事。怎么了？刚想起来，我今天好像忘刷牙了。下一个小意思，意思是很简单很容易，小意思有点像英文里的 a piece of cake。 那我后面的字幕就都交给你做了。小意思。下一个卖萌，卖萌是动词，萌的意思是可爱，很萌很可爱，卖萌就是表现得很可爱。比如这只小猪在卖萌，还有我的女儿经常卖萌。前2天我在公园里跑步的时候，又遇见一只小泰迪，我本来没想带回来的，但它一直跟着我卖萌，我就带回家来了。萌萌哒，萌萌哒，刚刚说了，萌的意思是可爱，萌萌哒的意思就是非常可爱。比如这只小狗萌萌哒，你也可以说我的女儿萌萌哒。那女孩家应该什么样啊？非得粉粉的，萌萌哒呀。下一个么么哒啊，听上去很像萌萌哒，但是意思很不一样。么么哒，么么哒就是吻，听上去就像就是一个吻，么么哒，或者给你一个么么哒。下一个吃醋，这个是醋，醋是酸的。比如男朋友看到他的女朋友和另一个男生聊天，聊得很开心，男朋友不开心了，他吃醋了。所以吃醋一般是用在爱情关系里的，但是现在别的关系里也会用。比如我的女儿只叫妈妈不叫爸爸，爸爸不开心，他吃醋了。你吃过醋吗？前2天加班就是跟他呀。是啊。干嘛？吃醋了？没有。下一个撒狗粮，撒狗粮，撒狗粮就是狗的粮食，狗的食物。撒狗粮就是给狗吃狗粮。狗是指谁呢？狗是指单身人士，没有对象的，还没有结婚的，没有男女朋友的。网络上单身人士被叫做单身狗。狗粮是什么呢？请看这个视频。还不是因为我家林夕才重返校园。哇，他们好恩爱。如果有情侣互相关心，让别人看到了，别人就吃了狗粮，这对情侣就在撒狗粮给别人吃。尤其是情人节的时候，很多情侣在约会都在撒狗粮，所以大家开玩笑说那一天的狗粮特别多，单身狗们吃了很多狗粮，撒狗粮就是这个意思。又很支持我，体谅我。行了，你这叫什么？撒狗粮是吧？下一个逗可以做形容词，也可以做动词。不一样的语境可能是褒义的，也可能是贬义的，所以用的时候要小心。说一个人真逗，是说这个人真有趣，真有意思，是褒义的。比如我老公很逗，他常常学美国队长说 I can do this all day。
I can do this all day。我觉得他很逗。但是也可能是贬义的，说一个人很逗，意思是这个人很奇怪。吓死人了！我也是有隐私的，好吧？哎，我是你妈，你跟我有什么隐私呀？你真逗。逗也可以做动词，我们常说逗你的，逗你的，我逗你的，他逗你的，跟你开一个玩笑，不是真的，是逗你的。哎，柚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逗你的。别逗了，不要逗了，不要开玩笑了，别逗了，别逗了。为了你啊，还是为了他，你别逗了。下一个我常常用，尤其是生了孩子以后，用的频率更高了。我太难了，我太难了。当你面对很多事情很难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觉得很为难，可能是工作，可能是学业，可能是孩子。我每天白天上班，下班以后要带孩子，孩子睡觉了以后，我还要做视频。我很喜欢自己的生活，但是说实话，有时候我会觉得，我太难了。但一看到有人给我的视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就不觉得难了。为了我们的最终胜利，我就只能先委屈你玩一段时间的躲猫猫啦。我太难了。下一个，你懂的，你懂的，懂的，懂什么？不懂。解释不清楚或者说出来不好意思，虽然没说，但你知道对方懂了，你可以说你懂的，你懂的。比如我明天要考试，今天晚上不用睡了，你懂的。意思是我肯定得熬夜复习了。明天的聚餐，小美去吗？她去我就去，她不去我就不去，你懂的。她很可能喜欢小美。啊，你最近还好吧？看着不好吗？我是说，你懂的。下一个，抱大腿，抱大腿。大腿是指非常厉害、非常优秀的人。抱大腿意思是去找非常优秀、比你厉害的人帮忙。比如马上要期末考试了，你想要找一个成绩比你好的同学帮忙，就是去抱大腿。你那二侄子更威风呢，都当上魔尊了，你不去抱大腿啊？下一个，糟了，糟了，或者完了，完了，糟了，有一个作业今天晚上要交，我还没有写。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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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顾小妈她肯定跟段宁跑了。我忘记带钥匙了，完了，回不了家了。他妈妈的生日吗？完了，这家连家门都进不了了。第24个，搞砸了，搞砸了，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好，被你做坏了。比如面试怎么样？我搞砸了。很抱歉，我把昨天的演出搞砸了。意思是我做了一些事情，让昨天的演出很失败，搞砸了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算把你生日给搞砸了。第25个，爱了爱了，爱了爱了，就是爱上了，非常喜欢。比如这是谁的歌？真好听，爱了爱了。刘亦菲最新的电视剧《梦华录》非常好看，爱了爱了，真的很好看。
得给我点赞哦，你懂的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